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我前面的关于光的视频里提到了光速不变，可能有朋友会感到好奇，光的速度那么快，它是怎么被测量的呢？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光速的测量。人们对光速进行测量的过程，就是一个如何提出设想，再通过实践去验证设想的过程，很值得仔细体会。在古代，人们认为光速是无限的。我们不妨设想，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点燃一根蜡烛，马上整个房间都会被蜡烛的光照亮，并不会出现离蜡烛近的地方先被照亮，而离蜡烛远的地方后被照亮的现象。后来我们知道，造成这种现象其实是由于光的速度非常快，在近距离内根本感觉不到先后差距造成的。但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直到文艺复兴晚期，伽利略由于长期进行天文观测，产生了光速可能是有限的这种设想。他成为第一个用实际行动去测量光速的人。1607年，伽利略让两个人分别带上带有遮光罩的灯，爬到两座相距大约是 1.6 公里的山的山顶。在一个人携带的物品中，除了灯之外，还有一台走时非常准确的钟。伽利略测量光速的具体办法是这样的：当两个人都在山顶准备好之后，第一个人打开他灯上的遮光罩，同时开始计时。站在另一座山山顶的人，在看见第一个人发出的光之后，也立即打开他的灯的遮光罩。第一个人看到第二个人的灯光，就立即停止计时。伽利略的这种测量方法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光速太快，伽利略的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现在知道，光从第一座山的山顶传到第二座山的山顶的用时大约是 0.5 微秒，人是根本反应不过来的。想测量光速，还需要有更加巧妙的办法。1676年，丹麦天文学家奥勒罗莫通过观察木星的卫星木卫一运动周期的变化，推断出光速的大致数值。由于整个推算过程比较复杂，具体的方法我在这里就不向大家介绍了，我直接说结果。罗莫测得的光速大约是22万公里每秒，虽然这个数值的误差超过了 26%，但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光速，而且罗莫是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光速是有限的这个设想，在人类的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729年，英国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雷通过天文观测发现了光行差的现象，再次证实了光速是有限的，并且据此推算出光速大约是30万零1000公里每秒。这个精度甚至高于后来第一次在地面上用科学的方法测量光速的精度。但是，不管在天文上怎样对光速进行测量，我们都不太可能让测量的精度做到很高。想真正得到高精度的光速数据，我们还是得依靠在地面上对光速进行测量。时间到了1849年，法国科学家阿尔芒·菲索是第一个在地面上用科学的方法比较准确的测定光速的人。他测得的光速是31万5000公里每秒，这和我们现在已知的光速已经非常接近了。大家可能会好奇，菲索是用什么方法把光速测得这么准的呢？说出来大家可能不太相信，菲索用的是齿轮。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大家请看屏幕，左侧的齿轮就是用来测量光速的齿轮的正面视图。在测量开始的时候，齿轮正好处于图示的位置。A 一撇是需要被测速的光，在实验一开始 ，A 一撇正好处于齿隙 E1 的正中间。右侧的图片是测量光速的原理图，图中 A 是被测的光源， B 是一个半透半反镜，从光源 A 发出的光有一半的机会被半透半反镜 B 反射到屏幕的右侧，经过齿轮照射到全反镜 C 上。这束光经 C 全反射，
再次经过齿轮和半透半反镜壁进入望远镜地，然后实验者会慢慢转动齿轮。在开始的阶段，由于齿轮的转速比较低，经过全反镜 C 返回的光依然会通过齿隙 E1 进入望远镜地。随着齿轮的转速逐渐加快，当齿轮的转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齿牙 T1 就会遮挡住射向全反镜 C 的光，此时我们在望远镜地上就看不见光了。齿轮的转速继续增加，当转速再次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齿轮就会转到齿隙 E2 的位置，这时我们就可以在望远镜地上再次看到从 C 返回的光。假设我们再次从望远镜地里看到光的时候，齿轮的转速是 n， 而齿轮的齿数是 m， 我们就可以按照现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公式计算出光速 c。这种测量光速的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非常精确的计时工具，这是在19世纪中叶的技术水平下非常有效的测量光速的方法。但是这种测速方法虽然说起来简单，但真的要想做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就面临着光源的选择，以及确定齿轮的齿数和齿轮与镜子的距离的问题。要知道当时是1849年，那时候不要说激光，连白炽灯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想找到一种光照强度足够大，能在远距离还能被观测到的光源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后，菲索选择了英国人戴维在1809年就发明的碳弧灯，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儿我要多说两句碳弧灯。碳弧灯是通过两根碳棒之间形成的电弧来产生强光的。虽然它在1809年就被发明，但它真正走向成熟还是1870年以后的事情了。碳弧灯可以分为低强度碳弧灯、火焰碳弧灯和高强度碳弧灯。低强度碳弧灯和火焰碳弧灯在1910年以后就被白炽灯所取代了。高强度碳弧灯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二战期间用于防空的探照灯基本上用的都是高强度碳弧灯，但是在菲索的那个年代，它能使用的碳弧灯只能是低强度碳弧灯，所以想解决光源的问题，还需要依靠复杂的透镜系统来把碳弧灯发出来的光变成平行光。另外，它还需要高反射率的镜子，以减少光在反射的过程中的损失。这些设备在当时也算是高科技产品了。解决了光源问题，然后就是确定齿轮的齿数和齿轮与镜子的距离了。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光速非常快，所以想成功的测量光速，齿轮的齿数就不能太少，齿轮和镜子的距离也不能太近。通过前面对测量光速的方法的介绍，我们知道在距离一定的情况下，齿轮的齿数越多，我们测量光速时所需齿轮的转速就会越小。要知道齿轮的转速越高，对传动系统和轴承的要求也就越高。在19世纪，受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转速想要达到每秒数百转甚至数千转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菲索必须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允许的前提下，将齿轮的齿数做得尽量多。好在19世纪欧洲的钟表业已经十分发达，做出有数千个齿的齿轮也不是问题。经过多次实验失败，菲索最终把齿轮的齿数提高到了720齿。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我画的有180个齿的齿轮，720个齿要比这还要密4倍。仅仅看齿轮就能想象要测量光速有多不容易。在齿轮和镜子的距离方面，菲索最终把齿轮和镜子的距离定为8632米。这时从望远镜里观测到的反射光已经非常暗淡了。实验开始后，齿轮的转速不断增加，当齿轮的转速达到 12.67 转每秒的时候，望远镜里的光终于消失了。实验继续进行，当齿轮的转速翻倍的时候，望远镜里再次看到了灯光。就这样，
光速终于第一次在地面被比较准确地测量了出来。飞索测得的光速是315000公里每秒，这仅比我们现在已知的光速大了大约 5.07%。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1877年到1879年，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改进了飞索测量光速的方法，对光速进行了更加精确的测量。这个迈克尔逊就是后来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否定以太存在的迈克尔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推翻了以太存在的假说，为狭义相对论的产生提供了实际观测的支撑。有关这部分内容，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向大家介绍。后来，观测光速的方法不断改进，测得的光速也越来越准确。1972年，埃文森用激光干涉法把光速测量的精度提高到了 1.1 米以内。时间到了1983年，国际计量大会把长度单位米定义为真空中的光在299,999,2458分之一秒内传播的距离。这就使得我们现在再提光速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通过测量而得出的近似值，它已经是一个通过定义而得出的准确值了。这个值就是299792.458公里每秒。好，以上就是人们测量光速的简单过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理论指导实践，再从实践推动理论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要基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人们的每一次认识飞跃都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支持，而每一次认识的飞跃又会为技术的发展打开新的大门。不知道那些整天想着弯道超车的人们是否认识到了这点。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不知道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光速测量的过程有些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一起讨论。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